好，小米性价比之王 T 系列终于更新啦。那我也用这款小米17T 当成我的主力机几天了。究竟这次新增加这个5倍光学变焦徕卡镜头好用吗？以及升级到6500毫安时的超大细碳电池，真的让续航力变得超强吗？还有这次新的这个联发科的天玑8500 Ultra 处理器的表现究竟如何？这款售价不到2万元的小米17T，真的还可以称得上手机界中的性价比之王吗？然后此外，因为我也真的把 SIM 卡插入这款手机当主力机使用了几天，连 LINE 啊和行动支付都移植过去做使用。所以今天影片也会聊聊当主力机实测过后才会知道的7件事情。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必须先爆雷一下，这次的这个5倍长焦镜头和这个徕卡调色真的是改变了一切。这次5倍长焦的品质甚至赢过售价将近47000元的 iPhone 17 Pro 的长焦啊，扯不扯？总之，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聊的就是这个摄影的部分。这次新增加的这个徕卡5倍潜望长焦镜头是真的很好用啊，特别针对混乱的街景啊，只要透过这个5倍镜头，只要轻松的这样 zoom in， 就可以透过减法艺术获得一张相对干净的照片。那重点是这次的5倍镜头搭配上这个徕卡的调色是真的非常的骚啊！我甚至一度忘记我现在拍摄的手机不是小米最旗舰的机款。不论你是选择徕卡经典或是徕卡生动，都非常容易拍出很好看的照片。那我自己是比较偏爱这个徕卡经典一点，我觉得整体的光影的感觉还有这个亮暗会更有层次。在一些光影对比比较好的场景之下呢，表现真的很好。再搭配原本硬体就很好的徕卡 Sunlux 的光学镜头啊，我觉得整体拍摄出来的照片是非常有感觉。不过徕卡生动其实也很好，我觉得拿徕卡生动来拍小孩，整个皮肤的发色或整个晴天下的感觉都非常的不错。这2款色调其实都还蛮爱，不过可能经典再多一点点啊，这样。而且不得不再提是这次新增这个光学5倍长焦镜头，真的让拍摄体验升级超多啊！因为5倍是一个非常棒的甜蜜点，拍摄很多东西时呢都超级适合。再加上这次的长焦镜头也是5000万像素，所以透过演算法裁出来的10倍变焦照片，其实也都是很不错的。再搭配原本的主镜头和超广角，整体的拍摄体验是非常全面的。不过只听我讲，感觉就不是很客观，所以我就拿了 iPhone 17 Pro 做了一组5倍样张的对比照片啊，依旧拍摄是我这个小节模型啊。这时候放大来看，就会发现 iPhone 在衣服上的横条细节是会比小米17T 差非常多的。你可不要忘记，小米17T 的售价是不到2万元的，而它的对手 iPhone 17 Pro 可是将近47000元啊。超级夸张！除了长焦超强以外呢，小米17T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功能，就是这个徕卡 Live Moment。不过有这种照片加影片的功能其实是不惊奇的，惊奇的部分是这次的徕卡 Live Moment 是连人像模式都可以进行使用，这样不用抉择你是要拍照片还是拍影片，只要开启这个功能呢，就可以有一张很美的人像，外加一小段的影片啊，这是非常适合拍摄小孩啊，让你可以短暂回忆当下，但又可以有一张美美的人像照片当做记录啊。重点是这个人像照片是带有景深效果的啊，这个真的非常不错。然后实际当主力机使用几天后的第2个讶异的点就是它的效能。这次它使用的处理器是新的这个联发科的天玑8500 Ultra， 有在投资股票都知道联发科最近的股价跟火箭一样的恐怖啊。那究竟这次的处理器天玑8500 Ultra 是不是可以表现得跟股价一样猛烈呢？这时候我就要请出我的效能评测软体崩坏星穹铁道。不过因为这次的手机的售价是不到2万元的，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是有点低估它了，轻敌了这样。我一开始使用的设定是画质中的设定，我想说现在看看它可不可以稳定的跑满30 FPS 的崩铁。结果真的是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啊，轻松就跑满30 FPS， 一条直线完全没问题啊。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调皮一下，所以我就把画质往上调到高的部分，而且我还把设定中 FPS 开到了60 FPS 啊。那这时候就有点负担了。刚开始的前2分钟确实可以稳定的跑满60 FPS， 不过到后来会有点撑不住，它就会往下降到40 FPS。那40 FPS 又跑了2分钟之后呢，又再次撑不住，它就再下降到30 FPS， 然后最低就只有到30 FPS 而已了。其实以一个2万块不到的手机来讲，我觉得这个表现是很可以了，而且它其实算蛮争气的。中间一旦状况变好，它就会再次往上挑战40 FPS， 基本上就是40和30左右来回跳。
跳啦。整体来讲，比我想象中的已经好非常多。总之，我觉得重度游戏的崩坏性球铁道都可以开到画质高，真的是非常 OK 的。基本上其他游戏应该都是可以玩的。以一个2万块的手机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第3件我想聊的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超大电视，6500毫安时的细碳电视啊。那究竟这个续航力的表现如何呢？我自己实际使用这几天下来呢，我没有一天是把电量用完，我觉得撑完1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要是你是轻度的使用者，我甚至觉得你撑2天都是可以的。100% 的电量，我自己的使用习惯上来讲呢，大概萤幕使用时间会是5到6个小时上下，就真的算是蛮够用。而且它具备67瓦的极速快充啊，如果真的要拿来快速回血，也都是没有问题。唯一一点比较可惜就是这次这款手机它是没有支援无线充电，这个就稍微可惜一点，要不然这续航和充电都真的是表现非常的不错。聊完摄影、效能和续航，虽然说售价不到2万块，但是这款手机也是具备当今手机一定要有的 AI 的功能。所以第4件小米17T 让我惊讶的事情就是 AI 的部分，有些 AI 功能真的算是蛮有趣的。首先这次的这个 AI 写作，我觉得基本上算是蛮全面的融合在手机之中，在任何一个地方圈文字之后呢，不管你搭载的是怎样的键盘，它都会跳出这个 AI 写作的选项给你，可以简单做摘要啊、纠错或者扩写，也可以把这整段话的文字修饰成各式各样的语气啊。不过我觉得最值得一提，也让我最惊艳的是，它上面还有一个对话框啊，让你可以客制化你的需求。你可以跟他讲说你想要他做到的事情，像是翻译成日文或者是德文之类都办得到。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它这个对话框呢，还有一个深度思考的选项可以开启啊，让他的回答更有品质。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那除了 AI 写作不错以外呢，它还具备一个 AI 动态桌布啊。你可以任意上传一张图片，它就把这个静止图片改成动画的方式去做显示啊。像是我这张万年的巴黎铁塔，现在就变成一个小动画，节奏都可以看到这个动画在跑，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然后基础的 AI 修图也都是有的，像是消除物件啊，或者扩图，或者是换天也都有。总之，小米17T 的售价虽然说不到2万块，但是该有的 AI 我觉得都有啊，算是非常有诚意的啦。然后第5件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一次的萤幕啦。首先这次的边框是4边等宽的，那搭载的是一块6.59寸的120赫兹的护眼萤幕。那这边必须重点提及一下这次的护眼功能，因为小米17T 呢是全球首台通过德国莱茵4重护眼认证的手机啊。在设定中呢，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小米青山护眼模式可以去做选择。这个模式不只单纯可以调整过滤蓝光的程度，甚至可以让你的手机的萤幕质感变成纸质纹理，你甚至要把它的颜色改成淡彩或者是黑白都可以，就非常多种选择，算是蛮有趣的。然后第6件事情我想聊的就是这次小米17T 的一些很贴心方便的地方，像这款具备了双实体 SIM 卡和eSIM的组合啊，算是一个旗舰的规格配置，而且它也支援了一卡通啊。现在有蛮多的 Android 手机都开始支援一卡通，这个东西用起来是真的非常好用。你萤幕暗掉时呢，可以直接靠上去刷卡，用起来就跟实体悠游卡几乎是没有差别。然后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第7件事情，想要聊聊这次可以搭配这款小米17T 的最佳配件，也就是这次小米新推出的这个小米 Buds 6啊。这是小米 Buds 6是一款半入耳的耳机啊，整体佩戴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是那种你一戴上就可以知道这款耳机呢是可以佩戴一整天那种类型啊。就是你佩戴一整天也不会有这种耳道不舒适的感觉。那虽然说它是半入耳式，不过它的音质其实也是非常有水准的。因为他们这次请到的这个是哈曼卡顿金耳朵大师调音啊，那它的音质也是有通过这个 Hi-Res 认证，而且连线的部分也最高支援到高通的 aptX Lossless 啊，整体的声音我觉得走的算是一个比较均衡、干净、通透的那个方向。人声的部分是蛮清楚的，那高频不会到太刺，低频也不会说没有。但低频的部分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重、很轰的那种低频啊，低音的量体感觉来讲是比较适中偏少一点点，而且因为它是半入耳式，所以其实在佩戴时呢，周遭环境的声音还是稍微会影响到听感。在外出时呢，音量是需要开稍微大一点点。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即使是半入耳式，这款耳机也有做主动降噪 ANC 啊，但是整体降噪的效果就不会到非常的显著啊，不会像是入耳式那样明显。那耳机的部分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就是你在这个耳机时呢，你只要这样点按3下，就可以触发这个耳机单独录音的功能。有时候你如果单纯只是想要记录声音、访谈或会议时呢，会比你拿出手机来录会方便一点，非常不错。然后最后就是这款耳机呢，它有支援这个 Android 的 Find Hub 和 iOS 的 Find My。
基本上就不论是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的使用者，都可以轻松的定位这款耳机啊。对于那些常常忘记东西放哪里、找不到耳机的人来讲呢，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加分项。好啦，这差不多就是我这次这个小米十七 T 和这个小米 Buds 6的使用心得啦。我自己觉得呢，这次的拍照体验是真的非常不错，拍起来非常的顺手，那照片的品质和发色我都很喜欢。这个手机呢，再次强调，虽然讲了好多次，就是售价不到2万块而已。那我也想了解，看到影片的最后，你觉得这个售价和这个手机的表现符合吗？真的还是性价比之王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那影片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点帮助，也有点意思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帮这部影片按赞和热推一下。热推对于我的频道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再麻烦各位啊，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